大家好，前面整理继续降低长草的机会哈，将沟槽的沙子、土壤都清除后呢，遇到了一个麻烦哈，这土壤位置下方有个凹洞啊，并不像其他位置有水泥封起来，避免长草的方式呢，就得采用其他的方法了。在执行其他的方法之前呢，先来看一下瓦片覆盖土壤的效果哈。覆盖瓦片之后呢，不但不容易长草之外呢，瓦片因为并不是平整的啦，会比砖头容易发现隐分的存在。另外的好处呢，也比砖头容易移动哈，方便来控制隐分的位置啦。至于实际做法呢，日后再进行补拍啦。现在要将凹洞的土壤覆盖掉哈，在不利用水泥封闭的情形下呢，只好动用到坦克七里香了。关于盆栽种植呢，个人通常直接摆放在水泥地上啊，主要的原因呢是不希望它的细根往地底下钻呐。额外的好处是呢，比较容易控制盆栽作物的高度啦。而这位置就在排水沟旁哈，有个倾斜的角度啦。于是，在下方垫几颗小石头哈，让花盆呢可以平衡站立啊。这盆是之前出现黄叶的七里香啊，经过处理后呢，一直都长得还不错哈。摆放到这里来呢，应该很快就会长得非常旺盛。因为平时呢，浇的水就只是帮狗换水时剩下的水啦，现在浇上这灌溉用的水哈，也额外是在补充养分。这些没有覆盖水泥的凹洞呢，记得很小的时候哈，是种植槟榔树了。还有印象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堂哥曾经被绑在槟榔树上，而凹洞比较大的这块呢，要搬运大盆栽过来哈，实在太费力了，因此直接展现一下哈工序的安排啊，顺道将附近的细沙与砖头呢都给处理掉哈，改造成活动式的花台啊。略有倾斜的位置呢，优先摆放比较完整的砖头啊，这样对于土壤的阻挡效果会比较好哈。而没有将完整的砖头摆在上层呢，完成是实用性远大于美观的因素了。暂时这样美化呢，已经比长满草好很多了啦。刨起这些土壤的过程呢，产生尘土飞扬的感觉就可以知道呢，这是很轻的细沙啦。这些细沙的处理呢，最好就直接摆在下方掩埋掉啊。上方要摆上肥沃的土壤呢，则不建议进行搅拌了。关于介质土的使用呢，有的人会喜欢搅拌到非常均匀借以帮助土壤透气与发酵啦。但若是遇到细沙土时呢，个人是情愿将比较肥沃的土壤摆在上方啦。平时浇水的过程呢，就可以将养分慢慢往下带而这些补上去的土壤呢，则是从堆草槽挖过来使用的啦。结构就是烧掉的木头与杂草衍生的草木灰与隐分土啦。目前使用来育苗的效果算是非常好另外有个建议土壤敲碎时呢，别敲得过于零碎啊。小团粒结构的土壤呢，不但可以吸水保湿外团粒结构产生的缝隙呢，也可以增加土壤的透气性毕竟植物的细根呢，也需要氧气的这也是为何有些气须根没有很发达的作物呢，容易种死的原因啦。而这一旁刚好有百日草的幼苗移植过来呢，先测试土壤的效力暂时也有美化与阻挡狗踏入的效果这日后会再补上红火轮向日葵红火轮向日葵呢，可以长到100到130公分高这都属于草本植物茎条不会长得过粗算是很好的过渡期作物
等这个花台稳定不被侵犯后呢，日后再来考虑种植其他的作物了。但是高大的七里香或是鸡蛋花则不合适了，不然就得再翘起院子上的水泥地哈。取苗的过程呢，有发现 Coffee 已经在一旁狗视眈眈了吗？每次做菜床时呢，一没注意哈，它就会上来补上几脚啦，刷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哈。浇水的过程呢，因为土壤与砖头底部还没密合哈，所以呢，只将水先浇在中央区啊，让水慢慢往外渗透哈。浇个几天后呢，就可以随意取水了。而一旁的 Coffee 看似非常稳定哈，但这其实又在出一个考题啦。现在虽然这侧都是阴凉的一面哈，但是树下又有土壤的位置呢，却是他们喜欢的位置啦。这影片后面呢，就可以看到发生的状况哈。现在先来观看一下院子下方初步修整后的改变啦。空旷的空间呢，清爽了许多哈。这也是为何一直想把这几个保利龙箱清理掉的原因啦。下方利用种植芋头做出遮阳设施的安排呢，来提早与延长秋冬作物的想法哈，已经着实启动种植了。种植方式的想法与做法呢，还包含了如何轻松定点浇水哈，与避免时常浇水呢，容易造成土壤板结的做法，就留待下部影片再继续说明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课题哈，就是两只狗呢在抢这个树荫底下的位置啊。虽然现在这附近并没有日照哈，但它们就是喜欢趴卧在那个位置啊。主要的原因呢是土壤可以挖出狗形的土床哈。这在后院已经上演过同样的戏码了。如果不再开发出一个空间哈，他们很容易因为抢这个位置而精神紧绷啊。这也是为何 Coffee 会一直在附近绕来绕去的原因啊。看似有趣哈，Coffee一靠近拿瓦呢，拿瓦就会趴下了，几乎是在斗智的表现哈。然而多做一个趴卧的空间是不难呐，麻烦的是呢，他们调整床位的同时呢，会把土爬到沟槽里啊。至于为何说两只狗放风的时间精神都会很紧绷哈，您看现在要放饭的时间了，拿瓦还不敢随意离开土床的位置哈，就可以知道哈，这是他们认定放风时的小确幸啦。谢谢收看。